看到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哦，在9月底中国外汇的储备规模大概跟2014的峰值比较起来，相差大概有20%左右。那这个将近是3.2兆的美金哦。有人说哇，这个会不会就几乎就是所谓中共它的外汇的这些存底的这个压箱宝、这老本哦？所以大家就说，如果照这样子外商不断的撤出，这会不会造成中国未来经济的一个更雪上加霜的一些问题呢？刚才最近刚公布的这个中国外汇储备的最新数据呢，是10月底，外汇储备是32176亿，就是3.2兆美金。那么这个数字和今年6月底的外汇储备呢差不多的，6月底是32140。中共这个历史上外汇储备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6月，6月底的时候，2014年6月底达到39932亿美金。那6个月以后的2014年12月底就降到了38430亿美金。那这几个数字呢，都是外汇的总储备。外汇总储备这个数字每个月的小幅度波动对宏观经济分析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观察它外汇净储备的变化趋势。那一个国家的金融资产有多少我们不能够只看它总资产的，你也要看总负债。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它支付能力的完整而可靠的判断，你就没办法知道真实情况，就是要用总资产扣除总负债才能得到这个国家的外汇净储备。那么中国政府是从2014年的12月底开始连续公布中国的全口径外债的数据，每个季度计算一次，然后这个季度结束以后第4个月公布。那2014年12月底的时候，中国的全口径外债是1.8兆美金。那目前是多少？最新的全口径外债数字是今年6月底的，是26798亿美金，就是2.7兆。那么根据中共这个官方数据2014年12月底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净储备就是用总储备扣掉它的总负债，对外总负债。那么2014年12月底，中国的外汇净储备是2兆美金，这是中国外汇储备最充裕的时刻。那么2021年6月底，就今年6月底的外汇净储备是多少？5342亿美金，比2014年底的外汇净储备减少75%，少了1.5兆美金。那么其中呢，因为外汇总储备减少导致这个外汇净储备下降是6290亿美金，那么占外汇净储备减少量的41%。那么因为外债上升导致的外汇净储备下降是将近9000亿美金，占这个外汇净储备减少量的59%。那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和服务项目的这个顺差减少只是外汇净储备下降的次要原因。那么外汇净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它未偿还的外债总额迅速上升。那很显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对外借债越来越多，虽然表面上是维持住了外汇总储备的水平，但是增加了偿还外债所需要的外汇和它日常进口还有服务所需要的外汇相互冲突的这个风险。最近我不知道台湾的财经界人士是不是注意到一个华尔街现象，那就是华尔街日报是紧紧盯着正在走向破产的这个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那几乎是每隔1-2天就有一篇报道，特别关注就是恒大的偿债能力。为什么会这样？恒大真的已经重要到是对美国全世界都这么重要吗？当然不是，它不过是中国的一家企业而已。但是恒大是个代表，中国私营企业的代表，它又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中国企业的财务困境。那华尔街之所以关注，
是因为美国的投行和资产管理基金呢对中国的投资数量非常大，因此呢，中国企业如果财务上完蛋了，那就会构成很多华尔街精英们的饭碗被敲碎。那我前面讲过，中国的企业到境外筹钱通常有3条路，就是美国上市、发债融资、香港2次上市。那么中国企业到美国去 IPO， 就是上市，这个初次上市也好，或者是它发行企业的债券也好，那华尔街的投行都能大赚手续费。那么同时呢，华尔街还会帮客户购买中国公司在境外和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也到中国的股市上去买中国股票。所以啊，中国企业的财务状况究竟如何，华尔街是不得不随时跟进掌握状况的。那但是啊，最近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突然遭到压力了。就12月2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是 SEC 出台了一条新规则，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它所有权结构和审计细节。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呢，是因为中共呢一直借口国家安全，不允许美国购买中国股票的投资者看到中国在美国上市那些公司的财务资料。那这样的话，美国投资者就一直面临一个巨大的风险，就好像说你买一个商品，只让你看广告，然后呢，商品是包起来不许拆开的，那你心里会放心吗？所以啊，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股票经常被称作叫做中国概念股，意思就是说，投资者是凭着相信中国经济前景灿烂这个华尔街营造的概念买了中国公司股票的。至于这个概念可靠不可靠，天知道。那么 SEC 这个新规定出来以后啊，2年内这些中国概念股大概有200多家中国企业将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因此对华尔街来讲，这些中国概念股已经没多少悬念了。那么这样的话，华尔街就把注意力放到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的债券上，看看这些债券会不会能够到期履约，如数的还本付息。那么中国概念股那些公司在华尔街上市以后，往往是拿上市作为公司的镀金的形象，那么再通过呢华尔街去发行公司的融资债券，那么用在中国做这个理财产品的方法，用高息来吸收西方投资者的钱，再把钱从美国拿到回中国去用。但是到了还本付息的时候，这些公司是要从中国政府掌控的外汇储备里拿外汇来付的，这就涉及到外汇储备问题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实行相当严格的外汇管制的，中国本国的企业和到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都不能够在中国直接使用外币结算，所有企业都要把外汇存到中共的银行里，兑换成人民币来使用。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共的中央银行就通过金融系统，几乎把民间就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全部集中到手里了。所以呢，中国这个官方外汇储备系统其实是包括了企业的持有的外汇的，也包括外企持有的外汇。那么企业或者居民虽然可以在中国的银行开设外汇账户的，存入外汇，但是你存入这些外汇都转化到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那等到企业或者居民说自己需要从我自己的外汇账户里提取外汇的时候呢，你可能遇到种种限制。你要用人民币账户里的存款去兑换外汇，也有公开或隐蔽的限制。比方讲，居民有小孩在国外念书，要兑换外汇去支付学费的时候，银行会要求说，哎，你得出示你们家小孩的那个成绩单，而且呢，定额是每年不许超过5万美金。你又比如说，有居民把这个外汇存到银行开设的外汇账户以后，这种居民的外汇存款就不能视为可兑换外汇了。因为啊，如果你哪一天居民想要提取外汇现金，你存进去是外汇，我说我提出外汇行不行？不行，银行会拒绝给你外汇，他给你人民币。这种情况就相当于强迫居民把手持的外汇兑换成人民币了，等于没收外汇了。那至于企业要兑换外汇，或者是从企业在银行的外汇存款账户里提取外汇，隐蔽的限制就更多了。
银行最经常的借口就是要请示上级。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讲到中共这个净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主要是中国对外借债造成的。那中国到底有多少对外债务呢？中共公布的这个全口径外债的数据是分为4个部门，就是政府部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金融企业。那2014年12月底的时候全部外债里，这4类负债机构它占全部外债比例是这样的：政府部门占6.4%，中央银行占2.4%，商业银行占51.5%，非金融企业占39.7%。那么到2021年6月底的时候，全部外债里头呢，这4类负债机构占全部外债的比例呢，是政府部门占16%，中央银行占1%，商业银行占47%，非金融企业占36%。那么把2021年6月底和2014年12月底相比中央银行的外债一直很小，那政府部门大量对外发行债券，造成政府的对外负债呢，从全部外债的6.4%激增到16%，其中绝大部分呢是长期债务。那么商业银行的对外负债呢，占全部外债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外债的余额从9166亿美金上升到1.2兆美金，其中呢短期外债是从88%降低到70%，然后非金融企业的外债余额从7073亿美金上升到了9630亿美金，其中短期外债现在是占大概70%。那么这样来看，可能造成中国各类机构近期内境外债务违约的，主要是银行和非金融企业那15000亿，就是1.5兆美金的短期外债。那目前中国的这个企业在发新债还旧债，暂时不至于严重消耗净外汇储备。但是只要中国的出口规模有所下降，或者国际收支当中经常账户的顺差不足以维持外汇总储备的稳定，那么按照这个经常账户每个月平均支出的这个水平来看的话，中共目前净外汇储备只够用3个半月。为什么我前面提到《华尔街日报》在密切关注恒大到期外债债券到期在境外这个债券到期能不能兑付？那是因为中国如果连恒大一家公司还债所用的外汇都保证不了，那其他华尔街投行购买的中国公司债券岂不是都有兑换风险吗？那借钱不还，谁还敢借？